近期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关于世界末日的不实言论，引发了部分民众的担忧和恐慌。在此，我们必须向大家明确说明，这些说法最近网上到处都是什么末世预言，各种谣言都有，许多专家们也尽量证实，一切都是自然现象。大傻不是说1999世界毁灭啥的，也没见咋地。我是个大龄宅男，父母先后因癌症去世，妹妹又嫁到外地，家里就剩我一人。因为和单位领导吵架，就辞职回家。和朋友一起在 WH 开了个小餐厅，还赔了本钱，也懒得出去找工作，每天抱着台电脑。好在家里留了个门面食宿，吃喝不愁，日子倒也滋润。因为这样的生活，体重也是慢慢来到170左右。从起床到现在还没听到有汽车路过，难道是在修路？什么鬼啊？大晚上的，这帮人真在那里干嘛呢？我操！我去，好像是丧尸。管我，怎么一直在占线？有公告，病毒来袭，从 BN 到 NM， 从 FC 大陆到 OY 大陆到处都发现感染人群，现在整个世界都是乱的。病变的过程从上午10点左右，世界陆续发现有人变得毫无理智，无差别攻击，之后感染人群开始增加并开始扩散。上面准备的突发公布事件预案还未来得及启动，病毒就变成灾难，摧毁了整个运作体系。病毒中文名为鸡病毒，分为空气感染和接触性感染。感染者攻击性强，力量为普通人1.5倍，速度相当于人类正常行走速度，爆发力较低，牙齿和指甲发生变异，变得更加尖锐。普通衣物已经抵挡不住撕咬和抓挠，嗅觉灵敏，如被抓伤或咬伤到目前为止均产生变异。感染者活性较高，普通伤害对他无能为力，破坏神经中枢或打断颈椎才能杀死。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感染者发生新的变异，初步估算感染率达到90%。如果有人看到这篇帖子，请好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这么多了吗？应该是血腥味引来的。自来水是不能喝，天知道有没有丧尸正泡在自来水厂的水池。看一下冰箱上，袋装方便面17个，大米约12斤，腊肉2块约8到9斤左右，鸡蛋21口，面条2斤，食盐1包，桶装水1.5桶，薯条16块。这些省点应该可以坚持1个月。电是不缺的，水电之都的2座水电大坝应该能保证几个月的运行。趁着现在我们不用这些有用，得保证我最大的生存机会。以前想减肥，却又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现在至少瘦了5斤。想要不被饿死，必然要出去找食物，就要和那些丧尸拼个你死我活。人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
渐渐叫醒沉睡的心灵，慢慢转回你的眼睛，看看吧，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上面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涸。吵死了！想要活下去，就得拼命提高身体素质，哪怕一点点提高也好，锻炼。1、2、3、47、48、49、50。累死了！屋子里的尸臭越来越浓，到头来还是要清。以前做手工的面具，现在也是派上用场了。还有6只，来了。他们之前还是人类，现在却变成丧尸，躺在门外，好像越来越习惯杀丧尸了，就像小时候蹲在墙角碾死蚂蚁。没有兴奋，没有恐惧。算了，不想这么多了，至少证明现在我能够活下去。附近应该没丧尸了，趁着现在我得去找物资。这里物资应该很多，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丧尸。厨房，厨房在哪儿呢？有丧尸，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靠！靠！原来是只肥猫，不过还好，遇到猫总比遇到丧尸强。这看起来是军迷的房间，太好了！这该死的病毒，这该死的世界。大米约50斤，
猪肉20斤左右，1斤左右的鲜鱼2条，各类海鲜干货加在一起有3斤左右，鸡蛋47个，腌菜1缸，各类蔬菜少许，辣鸡辣鸭各2只，橙子10个，酱油料9，其他调味料不计。薯条总计47包，2瓶白1瓶红的，奶粉2罐，饮料6瓶，矿泉水22瓶，各类药品若干，其他生活物资若干。那么接下来是重头戏，斑啤酒居用反恐狙击弩，拉力48千克，有效射程箭120米，钢珠80米，长箭3支，钢珠1包，校准箭2支，普通箭4支。好快的速度，好大的威力！要是一只丧尸在这个距离上被击中脑袋，头盖骨恐怕要被击飞。10乘50毫米双筒望远镜，观察放大倍数10倍，视野范围1000米，倍小聚焦距离114米。他们好像没有视线。看看时钟星星，城市那里冒这么大烟，去附近找个楼顶看看怎么个事。从这到楼顶，要是有丧尸就麻烦了。走安全通道吧。把安全门锁死先。这样就不用担心有丧尸从里面扑出来了。看来这楼的主人是准备在楼顶私下盖房子，可惜末日来了。来吧。要不看看丧尸除了脑袋以外还有什么要害吗？看来没有，还是干正事吧。看这应该是市中心冲出来的面包车。在路面被堵死的情况下，车速过快，刹车不及翻车了。哎，
现在这个末世是丧尸的世界，所有的幸存者都像饥饿的老鼠一样，在重重的压力下为自己挣得一线生机。至少我还是幸运的，家里的食物还够我使用几天呢。但是至于几天后怎么办呢？先过完这几天吧，之后的事之后再说。下雨了。哎，这些丧尸怎么像一根根电线杆一样杵在雨？看得出他们似乎很喜欢雨水啊，神奇。下去试试看。也许真的可以。10米、5米、2米，可以。会动的丧尸才是好丧尸，能见度越来越低，必须抓紧时间。没有丧尸，这次发了。难道开始进化了？丧尸都开始进化了，人类还有希望吗？低病毒加血肉加雨水等于丧尸进化，好像有些明白丧尸进化的原因了。好无聊啊！要不，普通丧尸就叫炮灰，力量型丧尸就叫大力神，简称地形丧尸；敏捷型丧尸就叫做闪电侠，简称 S 型丧尸。看了一下这的变异丧尸有9只，敏捷型的有3只，力量型的6只，变异率为5%左右。我所在的 Y 城有50万人口。进化成变异丧尸的基数就有25000只，龙国人口为15亿，变异丧尸就有7500万，全世界70亿人口。靠，不敢再下去了。如果继续吃掉更多的血肉，那么他们还将继续进化。A 型丧尸就会出现 S2 型、S3 型或者更高的 S4、S5、S6。D 型丧尸也会同样进化，人类只剩下不足10%或者更低，那么丧尸得不到人类的血肉，就会攻击一切生命。63亿或者更多的丧尸吃掉地球所有的活物。靠，怎么回事？5副6脏好像都被点燃了，难道要变丧尸了？妈的，雨里面肯定有病毒，一定是在雨里不小心吞下了雨水。丧尸变异要45分钟，我还没到。时间吗？感觉时间变得好慢。过得真慢。同人不同命。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看我。出来！哎，没有东西。不对劲，10分有9分不对劲，赶紧回家。妈的，真的有东西！靠，动物园里的豹子怎么跑到这来？怎么看着有些眼熟？不是这豹子，怎么越看越像邻居家里的炕？好险！刚才的弩箭要是没有射到他，过2天怕是成粪便了。这家伙老虎也没这么强了。靠！干！来吧。难道猫变异后就长这么大了？忘恩负义的家伙！早知道就让你在厨房饿死算了。我的宝贝都坏了，妈的！我靠！我去，什么玩意？
骨头，猫也会长结石。累死我！在这个末世中孤独求生，我要像顽强不死的蟑螂一样，在末世的夹缝里活下去。自从昨天之后，雨已经停了，这些丧尸也开始活动起来。刚刚看了一下正门，因为那只变异猫的尸体聚集了大批的丧尸。我去，不知不觉吃这么多了，我的消化功能怕不是变异了。不管了，能吃是福。话说回来，那天被猫伤到的地方早已经结痂，现在都好了。那天被雨水感染后，能数10倍的增强自身的自愈速度，怕不是变超人了。那不就是传说中的青春热血笨蛋不死身？不过最好还是不要随便受伤。虽然身体的自愈能力变强了，但是一直受伤那就太难受了。话说，昨天掏出来的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握在手里，居然能感到几分暖意，而且握得越久，温度越高，感觉可以拿来当热水袋用。现在水电停了，食物也吃完了，附近小卖部的食物也开始变质，家里待不住了，得想办法逃出去。得想想办法才行。对丧尸来说，嗅觉越灵敏，则对本体越重要。丧尸在变异过程中，本体各个感官器官发展的极不均衡，太过于依赖嗅觉。对丧尸的嗅觉影响越大，则对丧尸本体影响越大。嗅觉就是丧尸的雷达和定位器，嗅觉失灵，丧尸就变成了没头苍蝇。也许可以做几个山寨毒气弹。可以用半湿的干辣椒为主体，再来些八角、桂皮、花椒，再加点这个和这个，还有这个，再用床单包裹一下。走你！我去，没想到效果还行，但我得趁着他们都走了，再搜罗一波物资。记得之前还有没搜刮干净的。2个月没有水粮的日子，也没有对这蟑螂造成任何影响。蟑螂是那么卑微，那么渺小，可在绝境表现得那么的坦然。我将以蟑螂为榜样，像蟑螂一样活在末世里。哎，走吧，去寻找一条生路。愿你我能在这末世活下去。前路漫漫，该出发了。为了活下去。在这个末世中孤独求生，我要像顽强不死的蟑螂一样，在末世的夹缝里活下去。
Pretend I know my thoughts can live with them. I am nothing but remember all my thoughts can hide you. I still keep my baby teeth in the bedside table. My jewelry, you still sleep.妈的，真晦气！我靠，谁他妈把头丢这？妈的，哎。累死了，到现在还没头绪去哪？都走这么多天了，一个活人都没碰到，真他娘的离谱！怎么这么硬，震得我手疼？可恶啊！妈！在这个末世中孤独求生，我要像顽强不死的蟑螂一样，在末世的夹缝里活下去。哎，妈的！让你们追，让你们追！丧尸越来越多了，等会叠罗汉叠上来就麻烦了。他妈的，臭死了！不得不说，网上还是能学到真东西的。自从末世之后，感觉一切都停止了，没有上游城市的污染与排放，连水质和空气都清澈不少，感觉心情都好不少。怎么这么快就天黑了？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白天再赶路。
卧槽，哥今天怕是过不去了，看着自己被狗吃掉，这死法也太他妈绝望了。难道是？我的口粮啊！狗就是比猫强，难怪说养猫不如养狗。唉，可惜了，两只护身符。哟，聚餐呢？倒霉的家伙！我靠，一个女人，还是活的。在这个末世中孤独求生，我要像顽强不死的蟑螂一样，在末世的夹缝里活下去。大叔，干嘛？我可不可以洗澡啊？小心没盖盖子，自己去洗。可是水里有脏东西。那天我和老公开车出城。啊，老公，你多少岁了？哎呀，人家今年才14了，可是我们班都这么谈的了。我靠，我14岁在做啥？抓泥鳅，炸牛粪，在课本上画变形金刚。我在那个年纪和女孩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也是后座的女孩在我背上画乌龟。我撕她课本，她给了我一巴掌。哎呀，不说这些了，反正就是那天我和老公开车出城。在一栋居民楼遇到一位幸存者，那位幸存者被困在楼上，向我们呼救。把车开到楼后面。幸存者是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还好遇到你们，也是一位2012末日信仰者，说是靠着存在家里的食物活到了今天，可惜存够了食物，却没存够水，眼看要被渴死。直到遇到了我们，那人看到路边花坛里水池的水，就再也忍不住，我要喝口水。下车喝了个饱。上车后过了几10分钟，他想吐，就下车跑到路边吐着，吐啊吐啊，那男人自知丧失了。肯定是谁有问题，他在变成怪物之前就坐在我后面，现在想起来就感觉惊险。那倒霉家伙喝的水肯定还有大量的雨水，我当时只是被溅了少许到嘴里，就被折腾得死去活来。那位仁兄还喝了个饱，不变丧尸那是没天理，只要不喝到嘴里就没啥。看着。你真的
没变成怪物。怪物会和你谈人生聊理想吗？怪物会教你怎么洗澡吗？哼！大叔，不许偷看！你个小屁孩有什么好看的？大叔，我洗好了。嘿，吃饭。哇，太香了！大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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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一个人将那些怪物都杀了，好厉害！大叔，你住在哪儿啊？是做什么的呀？大叔，你背着包累不累啊？要不要休息下？大叔，你妈妈是做什么的？我妈妈在翻斗花人给牛爷爷当助理，说不定认识啊。大叔，大叔，你爸爸又是做什么的？不想死就给我闭嘴！妈妈，爸爸呀，我好害怕。这位妹妹就别哭了，我错了还不行，再哭就把狼招来了。别哭了，别哭了，求求你别哭了。在这个末世中孤独求生，我要像顽强不死的蟑螂一样，在末世的夹缝里活下去。怪物呀！快躲我后面！数次与丧尸搏杀的经验，即使没有铁枪，只是单独面对这只 S 型丧尸，也有机会干掉。这长的什么爪子？金刚狼吗？糟了，杨可儿，太有才了吧！引怪速度平均，丧尸刚好打不着，又不会让丧尸掉队。快过来，来我这儿。大叔，我会不会死掉啊？会，也许明天，也许后天，也许下个月，也许是明年，就看你运气了。大叔，你能不能保护我呀？不能，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继续活着，也许明天就会死在你面前。你想活吗？你要想继续活在这个末世，就只能靠你自己。我自己？从现在开始，你要忘掉以前的一切。你不再是你爸妈的娇娇女儿，也不再是你老师的调皮学生，你甚至要忘记自己是个女人。你要学会观察丧尸，面对丧尸，直到杀死丧尸。大叔，谢谢了呢。从头到脚高度约160公分左右，毛色斑驳，有些发黄，身体厚实，看上去就像一堵墙。仔细看有点山羊的影子，这怪兽的脚更像是非洲羚羊的脚，直而长。妈的，弩箭都射不死的怪物，要用什么武器才能对付？
早啊，大叔。哇，好大一只羊呢！别理我，我睡会儿先。真是宝贝啊！哎，大叔，2000次啦！休息一下，再跳2000次。2只兽脚做成什么好呢？对了，大叔，你叫什么名字啊？就叫我蟑螂吧。啊，蟑螂太恶心了，蟑螂什么的最讨厌了。大叔，你怎么取这么一个名字呀？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就赶紧去训练。哎嘿嘿，开个玩笑嘛。看见那只丧尸没有？怎么啦？看起来很普通嘛。你去把它解决掉。啊，我吗？可是我没有经验耶。没人一开始就有经验，现在正是个好机会。去吧，我在后面看着。那我有危险，你会不会救我呀？不会，我说过，人只能靠自己。如果你今天不敢上去，那就挖坑把自己埋了吧，免得多吃些苦头。你要有直接面对丧尸的勇气，而不是躲得远远的。你再不去，我就扔下你一个人走了。我不想在拼命的时候还带着一个累赘。好的啦，我去嘛，我又没说不去。再不快点我就走了。你再跑，我就杀了你。没有谁是谁的救世主，想要在这末世里，在无数丧尸和变异兽的嘴边活着，只能靠自己。如果今天都不能杀掉这只丧尸，就让丧尸杀掉他吧。末世到来，让所有幸存者都从零开始。我张小强只是一个小人物，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拯救谁，所以末世里没有法律，没有人权，更不会有感情。要讲那些有的没的，只会死得更快。感觉怎么样？哼，给你，拿着吧。你现在有资格用它。在这个末世中孤独求生，我要像顽强不死的蟑螂一样，在末世的夹缝里活下去。救！决定了，今晚就在这里过夜。大叔，你在找什么呢？别打扰我，没看到我在想办法进去吗？下面不行，就从上面呗。你先上去，到里面再帮我开门。看着点，踩到我脸上了。嘻嘻，大叔，里面好黑，我好害怕呀。厨房里除了水缸是满的以外，其他全部都是空的，油盐酱醋米全都没有，干净的连耗子进来都要泪奔。你是谁？我是幸存者，暂时在这避难。管你是什么该死的幸存者，为什么在我家里？说！你先放下枪，听我解释，我不是坏人。你在我家，你竟然叫我放下枪！啊！你该死！你去走，打死你哦！难道他是屋主，把我们当做小偷了？不对呀，他怎么不住在家里？周围又没有丧尸，很安全呢。留在这儿别到处跑，等我回来。
山洞备荒备战。我就知道你们来了，你们来是抓我的吧？你别过来，我也不想的，不要抓我。难道是个神经病？这位兄弟，冷静点，我只是路过的，不是来抓你的。不，你骗我，你就是来杀我的，你要杀我！啊！糟了，小丫头！妈的，真倒霉，半夜被你袭击，没防备的追过来，现在又要看着他发疯，不想理他，又怕他在我背后来一下，杀了他吧，又下不去手，倒霉，真倒霉！不要过来，我也不想的，我也不想杀了他们。这不怪我，这不怪我，我是杀了他们，他们不再是我爷爷奶奶，不再是我爹妈，不再是我大哥大嫂，他们是怪物，他们就在我眼前吃掉了小豪。喂，哥们儿，看开点，没人说你杀错了，看这丫就是没上网，压根不知道是末世了，还以为自己成了杀人犯了。你骗不了我，你就是来抓我的。我不要坐牢，你抓不到我。傻逼吧！啊！在这个末世中孤独求生，不要像顽强不死的蟑螂一样，在末世的夹缝里活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吃完呢？病毒爆发前已经年关，家家户户都在杀猪熏制猪肉，倒是便宜了我。算了下，自己和小丫头2个人吃都能吃个100年，可惜有些物资放不了100年，放2年都悬。东西都齐了，出发。大叔，真的要走啊？不走可不可以呀？你可以一个人留下来。大叔，我决定了，你到哪我就到哪，要死就死在一块儿，做一对同命鸳鸯。同命鸳鸯，谁愿意跟你死一块儿？要死就死远点，免得看到心烦。下雨了，走不了了。上次大雨下了11天，这次会下几天？上次大雨让丧尸进化，动物变异，这次大雨又会发生什么？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唉，都下3天了，什么时候才到头啊？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对不对。少一点儿，只喝一点点。哎。哇，等等，怎么啦？你怎么问都不问我一声就动我的水桶？大叔，不要这么小气嘛！我都不介意了，你还介意啥呢？算了，你现在有感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没有。肯定有，你再感觉下。没有啊，就是有点点想睡觉的感觉。只是想睡觉？大叔，你是不是在水里下药了呢？你好邪恶呀！一边玩去。不想要。喵喵。大叔，你好有趣啊！有床不睡，就在地上睡啊！你什么时候醒的？刚睡醒啊，昨天睡得真舒服。算了，别说这些没用的。有没有觉得很饿很饿，饿得能吃掉一头牛的感觉？没有。那你有没有浑身疼痛，而且还疼到骨头里那种？还是没有。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力量不停地在身边游走，抬手间就能放出小火球、冰箭啥的？大叔，你是不是昨天睡觉梦到自己穿越了？你要不要我用一个超级剑咒，将全世界的怪物一下子灭成灰？靠！难道只有催眠作用？有点淡，还有些涩嘴。哎呀，好痛啊！大叔，你昨天下的是泻药没？啊？坏了，我好像也中标了。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没看见我在这里吗？江湖救急，我也拉肚子，将就一下啊！可我是女生耶，你就不能在外面解决吗？你是想让我拉你床上，还是想让我拉大米上？你要造反啊！你不知道这有男人吗？你是想让我拉在你床上，还是想我拉在大米上？我靠！拉死我了！怕不是水里有泻药？早啊，大叔！呀，大叔，你今天好像变年轻了呢！啊，真的吗？难道那雨水有美容的功效？真的！你以前看起来像我爸爸一样了，现在看起来像我叔叔一样年轻。如果你继续下去，说不定能从叔叔变成哥哥哟。嘿嘿，又让我当苦力。大叔，这一大袋装的是棉花呢，怎么这么轻啊？不知道，你扔过来看看。哎呦喂，我的腰！大叔，你说我是不是变成超人啦？老天哪！凭什么杨可儿那小丫头变成了大力水手，我自己就变成了打不死的小强？凭什么小丫头只是美美的睡了一觉，再上了几次大号就凭空得到一身力气，我自己被折腾的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就变成了小强？还有受伤就成饿死鬼的副作用。哎呀！大叔，不要再叹气啦，放心，我会保护你的。放心啦，大叔，以后啊，谁要是欺负你，我就打他。你想欺负谁，我和你一起欺负他。算是没白养，倒是有点良心。嘿！太阳出来了，好久没有看到太阳了。出发吧。嘿嘿，别玩，镜头拍我，开我。
各位观众好，我是张小强，由喜马拉雅主播不清大佬演绎的《墨图蟑螂》重制版震撼上线，末日生存的巅峰之作之一。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在左下角下载喜马拉雅应用内搜索墨图蟑螂就可以找到。幸存者，你准备好了吗？听完第1集，我连夜买了3把锁，太真实了，感觉下一秒丧尸就出现在我身边。在这个末世中孤独求生，我要像顽强不死的蟑螂一样，在末世的夹缝里活下去。啊，好热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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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烦死了！大叔啊，现在这么热，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嘛，好不好嘛？我开车的都不喊，你坐车的还在这唧唧歪歪。不嘛，就要休息，就要休息！好了好了，怕你了，那就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绝对不能让他咬到喉咙。大叔，你好逊啊！我一下子就拍死了，你要翻过来滚过去那么久才杀掉啊！而且呀，你杀掉的这只好像比我那只还要小一点呢。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小丫头有主角光环？怎么这2只东西只找我不找她呀？我这运气实在是不咋地啊！遇上杨可儿之前就不说了，遇到她之后就接连倒霉。晚上宿营差点被变异兽整死，在小楼里过夜差点被人掐死，喝到雨水差点被拉死，现在乘凉又差点被那东西咬死。难道杨可儿这小丫头命犯天煞孤星，跟着她就倒霉？大叔，好啦，你看看我的手艺怎么样？满意吧？勉强过得去，不准骄傲，继续努力。Yes， 长官。大叔，你看，那里有人呢。啊？现在自己是个伤号，唯一能救人的只有小丫头。你怎么看？用眼睛看呢，嘻嘻。不丢。大叔，怎么办呢？要我冲进去吗？等，就知道这。你忘了上次我用你那个东西引丧尸跳河吗？我以为只有女人才会来那个，难道大叔你也会来？我的右手受了伤，受伤有血腥味儿，丧尸会被引过来的。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千万不要让丧尸伤到。太心急了，应该等丧尸主动上前的。漂亮，剩下的都是炮灰，要速度没速度，要力量没力量，只要注意不被合围就没问题。
哎呀呀，这么大的人了，也不知道爱惜自己，看才包好的伤口又开裂了。小丫头很有天赋，准确的说，是战斗直觉很敏锐，没有脑残的冲到狮群中大杀四方，而是围着狮群四处游走，借着丧尸移动不灵活，东敲一块西打一下，狮群就像一个大土豆被慢慢的削光。大叔，你有没有听我说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我们好像是为了那个家伙来的。是我们打完怪物这么半天了，他还不敢下来，一看就是那种很挫很挫的家伙了，我都懒得理他。天色已经不早了，今天就在那边过夜吧。在这个墓室中孤独求生，我要像顽强不死的蟑螂一样，在墓室的夹缝里活下去。下来吧，安全了。哎呀，大哥，太谢谢你了！没有你们，我怕是就要被困死在这儿了。哎呀，大哥，实在是太感谢您了。您是不知道啊，我被困在这库房里整整4个月了。要不是您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你叫啥名？怎么活到现在的？在下姓谢，叫谢远山。是这个厂的业务经理，当时我正在成品库房里催货。都快点，都快点！食品厂平时生产加工一些小饼干，厂子里有50来号人，都是附近的村民。厂长是我舅舅，他3流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厂子里跑业务，年节将近，厂子里生意很火，到处都在催货，我就守在成品库，和库管一起盘点，想多找一点货源。直到病毒爆发，厂子里的人开始发狂，四处咬人吃人。我脑子活胆子大，当时就拉着库管一起把大门反锁守在里面。半个小时之后，我发现库管也不对劲儿，就多了个心眼。直到库管也发生变异，我就把变成丧尸的库管干掉了。之后就在这里守了几个月。每天天亮就爬到楼顶看有没有人路过。那你喝水怎么解决的？大哥，你太客气了，就叫我小山就行了。是这样的，成品库要随时保持干净整洁，专门在大门后面建了个水台，平常啊就用来拖拖地，然后给那个进出的工人洗手，免得弄脏货物。水管是从厂里牵的地下水，周边的农家大多抽的也是地下水当生活用水。也是我运气好才能这样坚持下来，这不就遇到大哥你了吗？大哥，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以后有什么吩咐尽管说，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我在楼顶看到这个小妹妹好厉害呀。她是你妹妹？不是啦，我是他老婆哦。大哥厉害呀！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啊！咱们每人守半夜。把那玩意儿放下来，不然我杀了他！你干嘛又要踹他呀？把你手上拿的玩意儿丢开！不要打他了！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当然是想你呀！你自己说的，世界毁灭了，
家不在了，法律没有了，我自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忘恩负义，别忘了是我们救了你，早知道就让你被怪物吃掉。忘恩负义，说得好，我就是忘恩负义。知道上一个这么说我的人怎么样了吗？他被我慢慢的掐死。你不知道那种感觉有多么的美妙，我就在他身上，看着他眼睛慢慢变大，舌头慢慢伸出来。当时他抓得我好紧，抓得我爽到魂儿都飞出来了。那是我这辈子干得最爽的一次。那家伙就是欠揍，40岁了还装什么清纯？都被困在一起，我不打谁呀？我天天整整打他3个月。别打他了，这样才够味儿。我知道了，那个库管没有变异，他是被你杀的。回答正确，加一脚。对了，我说到哪儿了？那个库管，我记得当时还是他把我从门口拉开，是他关上大门的。那又怎样？第2天他就被我刀了。他不停的骂我，我就不停的刀他。对了，只有他我才能忘了门外的东西，只有他我才不会想起自己被那些东西吃掉，只有他我才发现自己是个男人。我掐死了他。谁让他想杀我？40岁的老女人能有什么贞洁呀？就算死了，我也不放过，一直到他发臭。别过来，我杀了他，我真的会杀了他。你到底想怎么样啦？大不了我给大叔报仇。冷静一下，我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只要你扔掉手中那玩意儿，脱掉衣服让我等一下，明天我就放你们离开，我保证。不要，这畜生骗你！你他妈还敢动？不要再打他了，我听你的。靠，没上膛。知道电影里的坏人是怎么死的吗？因为坏人总是废话太多。知道电影里的女主角为什么会悲剧吗？因为那些脑残女主角总是愿意相信坏人说的话。你以为满足了那个变态，他就真的会放过我们？我还不是看到你被打着急吗？我是关心你。这个畜生，妈的，这次太大意了，真是可笑。在经历一次次命悬一线的生死搏杀之后，还有当初从家里出来，哪一次不是小心翼翼，哪一次不是如履薄冰？受伤之后依然没有提起警惕心，明知道在这个墓室里很危险，谢远山靠不住，我他妈的居然还放心让杨可儿守夜。小丫头天性就大大咧咧的，我还睡得那么死。末世前的礼教和规则，随着这个狗日的末世到来被破坏的支离破碎。所有人压抑的各种野心、欲望还有疯狂，都随着病毒的到来爆发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张小强，你不是救世主，也不要总想着当好人。决定了，不当好人也不当坏人。好人太悲剧，
坏人当不好会比好人更悲剧。怎么让他拿到狙击弩的？大概是他趁我小号的时候拿的吧。哎，你去厕所可以叫醒我。看你睡得香，请让你多睡会儿嘛。以后该知道怎么做了吧？知道了。就算我要嘘嘘，也要向你打报告。舒服啊！7只叫花鸡，一大锅半生半糊的饭，一不注意居然吃了这么多，痒啊！无处不在的痒，从头顶到脚底板，从皮肤到骨髓，没有一个地方不痒。昨天受的伤，今天就好了？不可思议！你昨晚没怎么睡，先去睡会儿，我去办点事儿。该算算总账了。给我痛快！杀我！杀我！像你这样的畜生，有一个算一个，就算死也不配痛快的死掉。终点是汉武市。汉武市到底是省会城市，中央对省会的重视程度肯定要大过我所在的地级城市。再加上省城的驻军、地方武警部队，肯定能聚集不少幸存者。没脑子。有情况。SZ 市到 G 城，看来是大巴从高速公路下来，就从这儿开往 G 城。只要没有进化丧尸就没问题。怎么这条路的车都被掀翻了？普通丧尸绝对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不是不认识路，地图上也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到达省城。那么多艰难险阻都挺了过来，我可不想栽在这条小水沟里。我靠！第二，能射穿钢板的狙击弩射在这家伙头上，怕也只是能破个皮儿吧。糟了，我他妈处在上风处了。还愣着干嘛？跑路了！我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大叔，你在躲什么呢？丧尸！切，那些东西有什么可怕的？让我去解决它们。是进化后的，还是2次进化的？很多只吗？1只，它很厉害的，弩箭都射不死它。速度很快？不算很快，大概跟平常人小跑的速度差不多吧。哎呀，那就不用怕了。按照我打游戏的经验，只要不被它碰到，就可以慢慢的耗死它。我靠，死就死吧，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早死早超生。
有型的怪物耶，比州长还要有型耶！别一惊一乍的，准备好就要来了。为什么每次都是这种情况？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半死不活的卡着。哎呀，还想休息？小样儿，撞不死你！怎么感觉小丫头的姿势好像不太一样了？妈呀！曾经有一朵菊花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把握，等到失去之后再追悔莫及。要是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捅住就不松手。如果上天非要给这个机会加上次数，我希望是10000次。我灿烂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要不了多长时间，这家伙怕就会爬出来。感觉第二的头盖骨很硬啊，对准喉咙试试。我去，这么凶残！第二是被自己的力气杀死的，所以他才死不闭眼。醒醒，别睡了。天亮了，快起来！吃饭了，快起来！吃啥呀？好恶心啊，大叔，你也太猥琐了吧？怎么能插那里呀？多脏啊！别废话。